那么我最后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讲一讲信仰。信仰来讲呢，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啊，尤其是华人的这个汉族同学呢，有没有很多人都信仰？在整个柬埔寨的国家来讲，大家有信仰这是在很多国家来说非常难得的事。虽然从历史上看，在这里也发生过战乱，尤其是在红色高门统治时期的所有的战乱，给大家的整个家庭生活、国家都带来就极大的痛苦，卷入了极其的不平凡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但是如今呢，我想我们这里的90%以上的人都信仰佛教，而信仰佛教呢，生活的一个支撑这一点在座的各位，你们从小的是在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这是非常的快乐的事。我生长在藏地，那么藏地跟这里的很多的习惯呢比较相似，比如说我们这里的很多佛教徒，他看见出家人的时候揭下帽子恭敬合掌，这也是藏地大乘佛教当中也有这样的。那么这里的很多人到寺院去的时候呢，合掌顶礼包括国王也是，不管是西哈努克也好，西哈穆勒也好，他们也是在寺院当中住了那么多的时间，以出家身份。那这也是因为国王他的行为是信仰佛教的话呢，那么整个所有的民众和所有的知识分子，至少也是对佛教有一个正面的了解，而不像其他地方一样，就是大家都一提起来佛教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迷信。我在电视上看到，国王也是拜僧王、拜出家人，所有的其他的大臣和包括国家的最高层次的领导人呢，都到寺院里面供养僧众然后参加这个佛事活动我当时心里面感觉这里的人们是多么的快乐，有信仰的支撑刚才有位老师也给我讲，人非常需要信仰，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呢，那么人生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灾难，那么面对灾难的话，那其他的很多知识的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信仰呢才能会很好的面对。那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学呢，一定要在从小的时候，不单是要有一个信仰，还要进一步的让认识佛教的教义，3藏12部论，在学校里面呢，也应该把它当做一种知识。作为柬埔寨来讲呢，是从1947年开始，佛教已经成了整个国家的国教我记得今年应该是去年吧这个洪森首相呢也是说过，他说现在柬埔寨来讲，光是依靠电台和电视传播佛教是不够的，在这个科学时代当中，一定要佛教与时俱进，包括佛教的教育和佛教的宣传呢，通过网络视频等等来这个传播。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你当医生也好，当老师也好，当那个其他的任何的这种工作都非常好，但中间呢，我们不能失去这个佛教的这个信仰。那么佛教对带来的这种快乐呢，也许可能你们年轻的时候呢感受不到，当你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呢，才会明白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因此我们呢在座的人的这种信仰非常重要。有些人可能觉得，甚至我也是在其他时候，有些人跟我这样问过，说是佛教兴盛的话呢，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灾难？而且佛教兴盛呢，怎么会是经济那么落后？其实我这个事情呢更回答过，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经济灾难和这些呢，实际上是跟佛教的信仰就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把它佛教当作一种财富，
或者是我们把它佛教当作是一种发财的这个工具的话呢，可能你就觉得啊，那信仰佛教的地方肯定有钱。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全部放在一个金钱上的时候呢，你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如果你觉得佛教是一种真理的话呢，那么这种真理呢，无论是在任何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地方，也有这个佛教的。非常低落的苦难众生面前也有佛教的。我这里问了很多人，你们这里大学里面有很多自杀的吗？很多大学生给我回答说，我们没有，我们大学没有发生过自杀的事情。但是有些国家，它的财富应该说是物质水平很不错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自杀？这是快乐吗？那没有佛教的话，真的你会幸福的过去吗？这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也问了一些当地的人，我说你们这里离婚的人多不多？他们说基本上很少啊，有时有很少。那这个呢，给我得出了又一个新的结论，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呢这个在各个国家的统计当中就今年2013年的统计当中呢，现在这个现在中国的离婚率已经高于这个结婚率了就第一次就已经高于这个结婚率。像北京的话呢，离婚率已经成为这个39%，美国的话呢就是一半50%，英国呢42%。那经济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呢，是不是离婚率越来越高？当离婚率越来越高，他们是快乐而离婚呢，痛苦而离婚呢？应该有很多不快乐的事吧？只是你们可能有些人也没有感受，你们也可能很多同学都没有离婚过，我也是作为一个出家身份没有，但是我去旁边了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也是很痛苦的，也是一个社会的现象问题。那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我们的佛教，它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出现什么样的力量？其实人的一种水平，人的道德，依靠佛教来支撑的时候呢，至少也是心里很快乐的。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佛教包括柬埔寨跟中国其他一样的，也是出现灭顶之罪，几乎整个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寺院，没有除了几个人以外没有僧团。但如今也不相同，如今应该有这么多的佛教寺院，国王也好，大臣也好，全国上下大家都觉得是看见这个佛法僧三宝的时候呢，都很欢喜。甚至我在看一些宾馆里面的服务员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根本不相同。我觉得有信仰的国家和没有信仰的国家还是不相同的。有信仰的国家的对别人的一种恭敬心和对别人的一种看法和态度呢，也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是通过一种服务的锻炼当中就是得出来的微笑，不是假造的微笑，而是一个真诚的微笑。我希望你们在座的一些同学们呢，你们是很年轻的，你们一定要有信仰。如果没有信仰，你认为这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为的话呢，那你错了。说实在，就是不管你们没有信仰的人，今天也许不高兴，但是不高兴也是我是有我的平台和我的这个权利。我对没有信仰的人尊重他，但是呢，我不赞叹就是他的这种智慧。因为没有信仰的人遇到痛苦的时候，他很脆弱；而有信仰的人呢，遇到痛苦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一种力量，他有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在柬埔寨一方面你们很自由，你们很可以学习任何的宗教，但另一方面呢，佛教的这种学习对你们来讲也很重要。当然，这种学习呢，不要依靠光是一个信仰上。我们藏传佛教并不是依靠一种信仰来安利的，应该是依靠一种智慧的信仰。没有智慧的信仰呢，就变成了迷信；没有智慧的这种宽容呢，就是变成了一种痴呆。所以说，希望你们一定要通过学习来赞叹。尤其是我们藏传佛教呢，在以前来讲，柬埔寨这个国家并不是很兴盛。这是我特意的为了表达一个缘起，
从藏地带了一个莲花生大师，就是放在你们这个国土啊。我希望呢，以后依靠这种缘起呢，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还有这个南传佛教，佛教呢就是真正成为这个柬埔寨的国教，而这不是形象上，不是利益上，一定是从真正的三藏十二部人的一种学习和智慧、闻思修行。那这样之后呢，就是不仅是在僧团当中呢，它有一种智慧会显现。那甚至我们在家的群体当中，知识分子的群体当中呢，也会有一种开放的这个光芒，会照耀世界。我特别希望呢，我们人生的坐标，我刚才以上所讲到的德、智、悲，还有呢利和信这5个字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汇报希望呢如果其中有一些道理的话呢可以你记住你也可以铭刻于心。如果觉得其中没有任何释义的话呢，那就抛之脑后，对我来讲也是我没有什么，我就明天就离开了，就是对你们的时间就是耽误而已。除此之外也没有很多的付出，谢谢大家。